这是一座因为吃狗肉而被许多人拉黑的城市。广西玉林的荔枝狗肉节曾经引起了巨大的争议，受到动物保护组织和爱狗人士强烈抵制。我在玉林最大的步行街闲逛，却误入网友们口中的鬼巷，里面空无一人，挂着许多红灯笼，简直是复原的恐怖片中的场景。我越走越心慌，在一阵头皮发麻之后，我吓得转身逃离。本期视频是我的广西玉林之旅。玉林是广西的一个地级市，人口在全广西排名第2， GDP 总量则排名第4，是中国著名的荔枝之乡、桂圆之乡、百香果之乡，还是中国最大的内燃机生产基地。但大多数国人知道广西玉林都是和吃狗肉联系在一起。玉林吃狗肉的习俗由来已久，有说法认为与当地的气候、物产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有关。在当地的传统文化中，狗肉被视为一种具有滋补功效的食物。人们认为在夏至这一天吃狗肉和荔枝有以热制热的说法，有助于抵御夏季的炎热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玉林渐渐兴起在夏至这一天吃荔枝和狗肉，而且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扩大，吸引了周边地区的人前来。虽然玉林市官方从来没有组织过狗肉节，但民间自发形成了在夏至这天聚在一起食用狗肉、呼朋唤友、欢度夏至的传统民俗，被外界称为荔枝狗肉节。玉林吃狗肉的习俗引发了动物保护组织和爱狗人士的强烈抵制。他们认为狗是人类的伴侣动物，食用狗肉不人道，且狗肉来源和屠宰方式存在问题。抵制者通过发布公开信、抗议等方式表达反对意见，一些明星也加入抵制行列。双方在网上和现实中都引发过激烈冲突，比如2014年，几名爱狗人士与当地食客发生冲突，导致一名食客嘴巴处流血。一位爱狗人士在玉林大市场为了一条金毛犬而给狗贩下跪，痛哭，此举还被媒体记者拍下，登上各大门户网站首页。我这次来到玉林，特别留心地观察了一下路边的商铺，却几乎没怎么发现狗肉餐馆。于是我问当地的出租车司机，现在狗肉餐馆还多吗？司机回答还是有很多，但大家为了避免争议和刺激爱狗人士，都把狗肉叫成香肉。他这么一说，我便开始留意香肉，果然就能发现一些。从狗肉被叫做香肉，便能看出玉林人的纠结和无奈。一方面是历史传承的地区传统习俗，另一方面是爱狗人士的口诛笔伐乃至激烈冲突，于是只得采取这种折中的方式。我个人的意见是，吃狗肉并不违法，也和文明道德无关，但强迫他人吃狗肉或不许吃狗肉都是不可取的。个人爱狗的价值观只能约束自己，而不能用来管束别人。比如，我不吃狗肉，也不反对别人吃；我不养宠物，也不反对别人合法合规的养。所以，对于玉林这样低调处理的行为，我个人是认可的，既不刺激爱狗人士的情感，又能维持地方习俗，也避免了两方不同立场人们的对立与争执。这里是广西玉林的十字街，是当地最大的步行街，四周都是两广地区常见的骑楼风格建筑，灯光设计很成功，楼上几只动作各异的卡通熊增添了许多现代气息。刚入夜，逛街的人已经多了起来。我顺着主街道往里走，看到左边有一条幽深的小巷，3行大红灯笼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往里走。右边的木牌上写着九曲巷，旁边还写着爆款机位打卡点，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野生文旅景点，于是毫无顾忌地往巷子里深入。由于主街道上人流量很大，刚开始往九曲巷里走，我的内心是很轻松的。当我拐过几个弯后，场景和气氛都开始诡异了起来。幽深的巷子里空无一人，两边都是老房子，对联鲜红，但一点人住的痕迹都没有，有的门甚至还用铁栅栏锁住。又拐过几个弯，再次看到顶上的灯笼，我的后背开始有了一丝凉意，不由得回头望。这种事情就是越想越害怕，越害怕越想恐怖片场景里的元素，在这里巧合的堆叠，我的心理防线崩溃了，转身拔腿就逃。我的脚步声更增添了我的恐惧。我根本想不到，在人气最旺盛的步行街，居然误入了如此恐怖的一条小巷。逃出九曲巷，我掏出手机上网一查，好家伙，这九曲巷就是网友们口中的鬼巷。九曲巷被称为鬼巷的原因是，清朝到民国时期，这条巷子里青楼盛行，青楼女子一旦怀孕，往往会遭受强行被扔进粪坑溺死的命运。
许多女子不堪侮辱，选择上吊自杀，这里冤死了很多人。此外，还有人声称夜晚经过时常常听到女人的哭声，在风雨交加的晚上还能看到女性身影在幽暗中闪现，甚至有不知情的人探头进入巷子会突然被一根绳子勒住等。这些传说使得九曲巷逐渐被称为鬼巷。各种恐怖传说导致白天都很少有人敢单独走进去，我竟然意外的夜闯鬼巷，出来后不免心有余悸。从九曲巷出来，旁边是一处宣传玉林文化的玉城往事展示厅。这个玉字的笔画共有29笔，特别复杂，不知道有多少玉林人能够亲笔写出这个字。展示厅里空无一人，里面陈列着各种老物件。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，玉林作为黄金贸易带上水路衔接的中转要地，成为商贸重镇，甚至被称作岭南都会。虽然展厅里很亮堂，但刚从九曲巷里逃出来的我惊魂未定，老物件也有了一些恐怖片里道具的气息。我草草参观了一圈，赶紧下楼，回到人气旺盛的步行街主道。没走几步，旁边又有一个羽毛画展，都是免费开放的，里面展示的都是一些用羽毛制作的画，效果很不错，特别是这幅孔雀图还是 3D 效果的。之前的九曲巷和文化展厅因为没人，所以吓人，这里却因为有人而吓人。我原以为这里也是空无一人，当镜头扫过左侧角落，一个坐着的小哥把我吓得虎躯一震。这玉林之旅倒成了惊吓之旅。还好，这群演出的小朋友用率真无邪之气驱散了我心头的邪魅之气。难怪在中医理论中，小孩被称作纯阳之体。人的一生之中，童年和青春时期，神性大于人性。童年时，我们还会留恋于丝柔的晚风和晚风中夕阳的气息；青春时，恋人送来抵御秋寒的毛衣，两人撑伞走在潇潇夜雨之中。你记下了这铭记一生的秋天的味道。当青春逝去，绝大多数的人们神性退得一干二净，只剩下了人性，甚至是动物性，便会觉得时间越过越快，在某个阳台望月的瞬间感叹着人生。过了20，剩下的全是垃圾时间，只是苟活和垂死挣扎。对于玉林十字街的打造，我的评价非常高。在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城市，能够把传统历史文化挖掘得这么彻底，呈现得这么充分，表现得这么自然，我真的想给它打满分。对于九曲巷，我个人建议玉林文旅就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恐怖体验的景点。在如今中国遍地古镇，到处是步行街，但又绝大多数趋同的情况下，可以靠九曲巷的恐怖色彩打出差异化，打造成独一无二的网红打卡地。这口井叫聪明泉，泉水冒得老高，我站上去一看，原来是科技与狠活，果然是聪明泉。小朋友们表演完，一位瘦弱的戴着眼镜的女生开始街头演唱，小小的身板却蕴藏着极强爆发力的声音。我站着足足听了有半个小时。这里是玉林北站附近，发现了废弃的火车头和列车车厢，我估计原先应该是被作为火车餐厅，可能生意并不理想，便废弃于此。火车头前面立着一个牌子，自助扫码参观，每人5元。我扫码付款后开始参观。火车头明显是真火车头，绝大部分机械部件都保留着，后面的车厢也是真车厢，从这个车厢厕所就能看出来，如假包换。车厢里的座椅已经被掏空，之前这里应该摆着餐桌，食客们在里面吃烧烤、吃火锅。里面还发现了一架高低床，在这里住宿还挺别致的，就是蚊子多。这个安全出口的指示牌也是铁路原味版。说个冷知识，这个出口指示牌上的小人是个日本人，他还有名字叫皮特托先生。高低床的旁边还有一架铠甲勇士机器人对战游戏机，用来丰富业余生活。大家别以为这退役的绿皮车很便宜，我上网查了一下一节报废的绿皮火车车厢价格，如果是车况较好、较为完整且适合改造利用的车厢，价格可能在10万、30万元左右。例如2020年厦门集美区一节曾被改装成售楼处，维护保养良好的退役绿皮车厢，以92400元的价格拍出。又比如2022年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处置的4节退役铁路自备绿皮车，成交总金额40万4400元。如今这绿皮车的主人应该算是投资失败，5元的参观费估计连停车费都赚不出来。主人也想过许多办法，比如拍自媒体，看形势也没有做起来。这是玉林市的体育馆，里面满满当当全是人，
有很多人吐槽中国的基建，说修这么多体育馆全是浪费钱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玉林市体育馆总投资1.05亿，设计使用寿命50到100年。玉林市体育馆每年接待群众健身40万人次以上，看着里面进行各种运动项目的人们，我个人觉得这个钱花得值，锻炼身体有益身心，省下的医药费就是一笔大数目。唯一的建议是锻炼健身，请不要带别人的配偶。体育馆的对面是玉林会展中心，这段时间正好在举办啤酒音乐节，规模不小。城市的公安局、医院、电信公司都派出大量人员严阵以待，为音乐节活动做配套保障服务。音乐节热闹，旁边老百姓自己的舞台同样火爆。城市夜晚最不缺的就是灵魂舞者，每一个舞台都是世界的中心，每一次舞步的力量都在迫使这颗巨大行星微妙地改变轨道。